中国有2000年的封建历史，几乎已经成了一种现代中国人的常识。但与此同时，另外一种说法又会告诉你，中国从秦开始就已经完成了反封建，进入了中央集权和官僚治理的社会形态。而更复杂的是，在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动员口号中，反封建指向的又是一种需要被彻底清算的前现代屈辱的历史时期。到了马克思的历史分期中，封建又变成了一种生产关系结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名称。同一个词被反复用于描述不同层级、不同对象的问题，有时候是行政结构，有时候是经济关系，有时候又变成了政治动员中的靶标。当制度属性、历史分期、支配关系，甚至是意识形态被这样混在一起时，我们看似在厘清封建的真正含义，事实上却失去了判断的方向。于是在这样的现实中，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被不断绕开了，也就是如果中国从秦开始就已经完成了反封建，那么从支配关系的角度来看，秦的这套支配结构在之后中国历史中究竟发生过根本性的转变吗？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支配的关系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角度的优越性在于，它能够穿透不同历史阶段和制度名称的差异，并且把注意力只集中在支配是如何被组织，又是如何在历史中反复接续的。它不关心制度如何自我描述，也不关心社会如何为自身赋予价值，更不关心何朝何代，而是直接追问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会服从？而一旦把问题简化为人为什么会服从，封建的定义就会迅速变得清晰。封建的支配关系具有一个高度稳定的特征，权力依附于人，而不是依附于职位或规则。在这种支配结构中，人服从的不是一个角色或制度，而是具体的人生关系，比如血缘、私人忠诚或长期依附。正因为如此，权力无法脱离具体的人而存在，它的延续依靠的是关系的延续，而不是制度的运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封建指向的不是某个朝代、某种政策或者某套价值观，而是一种以人身依附为核心的支配逻辑。如果只从权力的依附对象这个角度来看，秦并不是某个王朝的起点，而是一个支配结构完成转型的节点。因为从秦开始，权力开始系统性的脱离具体的人生关系，被嵌入职位、法度和可复制的制度之中。这意味着权力获得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它不再以某个人的自然属性出现，而是通过结构本身的运转来持续发生作用。在这个层面上，人服从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被支配者不再是对某个具体的统治者忠诚，而是对角色、程序和规则的服从。这里我需要做一个重要的补充，这种制度化、去人格化的支配并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从此就进入了一种纯粹的官僚制度形态。更准确地说，秦以后形成的是一个以官僚制为骨架，但长期混合家产制要素的支配结构。所谓的家产制并不是封建分封的延续，而是指权力虽然通过国家与官僚体系运行，但在具体的运作中却仍然保留了私人恩庇、关系渗透和个人裁量的空间。简单来说，封建制中，权力本身就是绑定在具体的人身上的；而在家产制中，虽然权力已经是制度化的，但仍然可以被当作私有财产来使用。而正因为这样，如果只从被支配者的日常服从体验出发，封建制和家产制并不会出现决定性的差异。原因是两者都允许权力被当作私有财产来使用。换句话说，对被支配的个人而言，他所面对并且需要服从的始终都是具体的人。但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封建制中的权力是被自然化的人生属性，而家产制中的权力原则上依附于职位和组织，只是能被私人占有。在这个意义上，家产制并没有消除人格支配，却第一次使权力在结构上变得不那么理所当然。也因此，家产制比封建制在权力的依附对象这个程度上要更靠近纯粹的官僚制。在补充了这点之后，我们可以这么总结秦以后中国的支配结构：它既不是建立在血缘分封上的封建制，也没有完全转化为理性的去人格化的现代官僚制，而是长期停留在两者之间的具有家产制性格的混合形态。而正因为权力在关键层面被嵌入了制度之中，它才能在时间上保持稳定，在空间上不断扩展，在组织上被持续复制。个人的能力、品格或失败不再构成支配结构的决定性因素，
问题被处理为执行层面的差异，而不是对整个统治逻辑的否定。这使得这套支配方式具备了一种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换句话说，它可以在危机中调整，而不必被整体推翻。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秦对于中国历史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它完成了疆域、度量衡、货币或文字的统一，而是在于它在支配方式上完成了一次根本性的跃迁。它使支配第一次具备了长期稳定、可扩展和可再生产的结构条件。所以，如果我们这么回看后来的历史，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我们常常会说，中国历史看起来很少发生彻底的中断，但没有中断的并不是某一套具体的制度，也不是某个王朝的意识形态，更不是所谓的中华文明，而是一种支配被组织和运行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核心特征在于，人依然参与支配的运行，但已经不再决定支配结构是否能持续存在。也就是说，统治者可以更换，朝代可以更迭，但支配方式并不需要重新发明，它只需要在既定的框架中被重新装配，接着就可以重新运转。最后，我们可以回答视频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从秦开始，中国进入的并不是一个不断更换支配类型的历史，而是一套高度稳定、可扩展、可再生产的支配结构。这套结构不断更换形式，却始终没有被替换。中国历史真正绕不开的不是朝代更替，而是支配结构的延续性。到这里，其实我们可以再深挖一层。如果说秦是一个实质性的支配方式转型的节点，那么后来把封建与迷信、非理性强力绑定，则更像是一个被人为制造出来的形式性的断裂节点。前者改变的是支配如何被组织、如何运行，而后者改变的则是我们如何理解和命名过去。换句话说，正是通过把2000年的历史整体推回到一个封建迷信的前现代区间，现代叙事才得以在形式上与之彻底区隔。这种区隔并不是通过分析支配结构完成的，而是通过叙事的正当性完成的。结果就是，真正连续存在的那一套支配方式被隐藏在了一个看似已经被否定的历史整体之中。